中國的長城是华夏文化的代表符號之一。真正的最早的中国長城要追溯到2200多年前，而且它的作用绝仅仅是一堵墙、一道屏障。今天，就讓我们回到汉武帝时期那個金戈鐵馬的時代，看一看漢代長城是如何幫助一個農耕社會擊敗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游牧帝國。我們的故事發生在張掖郡居延房縣的嘉渠後關辖區，這裡沿着弱水河岸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烽燧，每隔大約半公里到2公里就有一座，視線所及，相鄰烽燧之間清晰可見。每座烽燧是一處夯土鑄成的高台，台上豎着幾根高大的風桿，風桿頂上裝有轆轤，用來升降標識物。風台之下是務院，一圈土牆圍成的防禦院落，戍卒們就生活在這裡。每座烽燧通常駐守3到5名戍卒，由一名燧场帶領。天剛亮不久，燧场帶着一名戍卒出務，開始了當天的日記巡邏。所謂日記，就是沿着烽燧之間的防線巡查，用耙子把天田上的沙土重新抹平。天田是防線外圍一條經過特殊平整的沙土地帶，人畜從上面走過，必然留下清晰的足跡。這聽起來原始，卻極其有效。燧場沿着天田走了不到2里地，突然停下了腳步。平整沙面上10幾道新鮮的馬蹄印自北而來，越過天田標記，向南延伸而去。歸來的路上，同樣的馬蹄印旁邊又增加了10餘道折返的痕跡。匈奴斥候越界偵查，這是不爭的事實。燧場沒有猶豫，拔腿跑回烽燧。回到烽台，燧長讓戍卒們各就各位。他必須做出3個判斷：敵人從哪裡來，來了多少人，已經到達什麼位置。天田上的馬蹄印告訴他，匈奴騎兵從北邊越牆而入，從印痕的密度和數量判斷，大約幾10騎，尚未深入防線以南太遠，大概率仍在河南道上塞方向活動。按照品約的規定，這一級別的敵情，白天敵人出現在甲渠塞河南道上塞數10騎規模，對應的信號是舉2烽，勿上大表1，凡1擊行。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煙火，而是一個巨大的龍狀標識物，用木框為骨架，外面蒙上布帛或者草席，用時掛在風桿頂上，白天用轆轤升起來，方圓數10里都看得一清二楚。每座烽台通常設2根或更多的風桿，每根桿上最多可以掛3個烽。表則是一面巨大的信號旗，用布帛制成，掛在務院牆上方的顯著位置。機芯是事先堆積在烽台附近指定位置的大型柴堆，為了效果更明顯，漢代戍卒還會在柴堆中填加狼糞或者多驢糞便，以制造濃煙。到了夜間，則改用炬火，也就是用蘆葦或者草把捆成的火炬，點燃後高舉在烽台頂上，火光在戈壁的夜空中可以穿透很遠。燧長一聲令下，戍卒們按照演練過無數次的流程迅速行動。2名戍卒合力搖動轆轤，將2個烽緩緩升上風桿頂端。另一名戍卒跑到務院牆上，將一面巨大的表展開掛好。與此同時，燧長親自點燃了雞心堆，濃煙開始升騰。這一刻，甲渠塞第11燧向全縣發出了一條加密信號：匈奴騎兵入侵，數10騎，河南道上塞方向。很快，相鄰的烽燧就看到了这些信號。
河南到上塞以北的第12歲最先發現第11歲的峰桿上升起了2座峰，霧牆上展開了大表，激性的煙柱正在升起。第12歲的歲長立即核對品約規定，在自家峰台上複製了完全相同的信號組合。就這樣，一個接一個，信號從第11歲傳到第12歲，再到第13歲、第14歲。與此同時，房縣以南方向的烽燧也在接力傳遞，信號以驚人的速度沿着弱水河谷向南推進。汉代的規定是，烽火信號的最低傳遞速度為每汉时100汉里，換算過來大約是每小時30公里，這是最低標準，實際速度遠遠高於此。有考古學家做過模擬推演，從居延到長安大約700公里，烽火接力傳遞僅需數小時。如果把範圍擴展到整個西北防線，從敦煌到長安約1800公里，烽火信號理論上不到1天就能抵達。相比之下，用快馬傳遞同樣的信息至少需要數倍以上的时間。而且烽火傳遞的信息是精確到敵人從哪個方向來，大約有多少人，處於什麼位置，這在整個古代世界的軍事通信史上都是罕見的成就。信號沿着烽燧鏈一路向南，不到1個時辰就抵達了甲渠後關的駐地。後關是烽燧和後方都尉府之間的中層指揮官。品越将匈奴入侵的規模劃分為5個等級。1品，敵人1至10人入塞，這屬於小股偵察或騷擾，一般不必大動干戈，各烽燧提高警惕即可。2品，敵人10人以上至500人以下入塞，如果在白天且敵人尚未發起進攻，則按1品對待；如果敵人已經發起攻擊擄掠，則升級信號。3品，敵人500人以上至1000人以下入塞，或者敌人已經開始攻擊屏障防禦設施，情況已經非常緊急，後方必須立即集結兵力準備應戰。4品和5品，敵人1000人以上大舉入塞，並且圍攻屏障，情況最為危急。被圍的烽燧白天要舉庭上風，夜間要舉離合火，也就是反復點燃和熄滅炬火，形成明滅交替的緊急信號。臨近所有烽燧必須立即應和，信號一路傳遞到郡守和京師。今天的情況屬於2品以下，數十起入侵，尚未發起大規模攻擊。但後關在匯總了沿途烽燧的先後報告後，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細節：信號序列第一個發出的第11歲，在此之後沒有再發回後續信息。這意味着第11歲很可能已經被匈奴人圍住。事實上，第11歲的確正在被圍。烽火信號發出之後不到半個時辰，那支匈奴騎兵就出現在了烽燧北邊的沙丘上。他們大約40-50騎，有些人披着鐵甲，舉着大弩，一種騎兵使用的盾牌。匈奴人很清楚，這些漢朝人的烽火台一旦發出警報，後方就會知道有人來了。他們不太可能繼續深入擄掠，但撤回之前毀掉一座漢人的烽燧，殺死幾名戍卒，回去仍然算是有功。燧長在霧牆上冷靜地觀察着敵人的動向，他手下連他自己在內只有5個人，5個人对40-50騎，沒有任何正面交戰的可能。但他並不需要打贏這場戰鬥，他需要的是爭取時間。拖住時間靠什麼？靠弩。弩是漢代邊塞戍卒最核心的單兵裝備。居延汉簡中的兵器部、备兵部和守御器部詳細記錄了各烽燧的裝備情況，幾乎每名戍卒都配備一張弩。漢弩在當時是世界上技術含量最高的單兵投射武器。根据居延汉簡的實物記載，普通的3彈弩射程約120步，和今天的160-170米；6彈強弩射程可達180步，超過250米。更關鍵的是，
弩在布射時的穩定性遠遠高於騎射。當匈奴人催馬衝向烽燧時，迎接他們的是一陣又一陣精準的弩箭。5個人輪流裝填，輪流射擊。匈奴騎兵衝入射程後，接連有人中箭落馬。他們試圖用騎射還擊，但箭矢在飛到霧牆之前就已經綿軟無力，有的擦着土牆飛過，有的插在牆面上，根本傷不到掩體後面的漢軍。第11歲堅持了大約半個時辰，弩箭幾乎耗尽，但他們的信號已經發揮了全部作用。駐紮在後方屯田區的邊郡屯騎部隊正沿弱水河谷向北急速趕來。這支邊騎部隊大約有100餘人，他們是漢代邊防體系中專門負責機動反擊的力量。漢武帝時期，騎兵已經發展為獨立作戰兵种。邊郡騎士平日耕田種地，戰時披甲上馬。他們的裝備包括弩、環手刀和長戟，戰術素養和裝備水平遠高於匈奴騎兵。邊騎在河谷中全速推進，大約1個半時辰後，斥候回報，匈奴騎兵已經放棄對第11歲的圍攻，正在向北撤退。他們帶了幾名傷兵，行動速度不快。都尉團令抄近路截擊。邊騎利用对弱水河谷地形的熟悉，沿一条干涸的支流河道穿插到匈奴人的撤退路線上。接下来的戰斗短暫而乾脆，匈奴人以骑射格鬥见长，但这一次他们既没有人数优勢，也没有突襲的突然性，在漢軍有準備的截擊面前迅速潰散。殘餘的10幾騎放棄了擄掠所得，一路向北逃入大漠。從第11歲發現馬蹄印舉火示警，到都尉調集邊騎完成截擊，整個過程發生在半天之內。參與的兵力層面各不相同，烽燧戍卒5人，後官部屬數十人，都尉府屯騎100餘人，沒有任何一個環節需要臨時判斷該做什麼。從塞上烽火頻約到都尉府的作戰條令，從烽燧的弩兵防禦戰術到邊騎的機動反擊路線，所有應對預案都在事先制定完備。烽火系統所做的是把這些預案中最適合當前情況的那一個及時觸發。這就是漢代長城真正的工作方式。它與其說是一道物理上的阻隔，不如說是一根貫穿帝國北疆的神經。敵人碰到它的任何一個末梢，信息就在極短的時間內傳導到中樞，中樞再把力量精準地輸送到受刺激的點位。它不是靠強敵把敵人擋在外面，而是靠信息讓反擊部隊迅速反應，目標明確。從白登山下的屈辱，到霍去病在祁連山下的輝煌，再到長城防線建成後北境長達數十年的相對安定，這條軌跡的背後是一個文明在制度設計和工程技術上的巨大飛躍。漢朝人沒有把長城修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高牆，這在數千公里的曠野上既不現實也不必要。他們修了一道讓信息比騎兵跑得更快的網絡，這個網絡南起敦煌，沿河西走廊蜿蜒東行，經居延、五原、右北平一直延伸到遼東，烽燧總數以1000計，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光學通信線路，沒有之一。它守護的不只是一個帝國，還有穿過這個帝國將東方與西方連接起來的那條通道。我們今天稱之為絲綢之路的一切，紙張、火藥、絲綢、佛教、天文曆法，它們的雙向流動都建立在這些烽燧戍卒們日復一日舉封、絕章、巡邏的基礎之上。